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在南海频频挑动着我军的敏感神经。澳大利亚这个南太平洋国家也跟着摇旗呐喊，置自己国家的利益不顾，要当美国的走狗。澳军方的行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防守反击，澳大利亚这次不难受吗？以前对中国的不尊重觉醒了吗？据澳媒最新报道，中国天王号侦察船现身澳美演习区，这是继2017年和2019年之后，中国第3次派侦察船监视澳大利亚演习。彼得达顿天王星号正驶往澳大利亚东海岸，澳方对天王星号进行了关注。澳方尊重中方在国际海域航行的权利，天王星号是在国际海域航行，有航行的自由。澳官员称，天王星按照国际海事法航行，没有对澳方演习进行干扰。中国天王星号对我们做了必要的回应。天王星号是为了观察护身军刀演习。什么是护身军刀演习？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每2年举办一次的护身军刀军演，被认为是澳最大规模的军演。今年参与国家有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和新西兰。演习科目可能有2栖登陆、多岛演练、城市乡战和后勤保障等。演习的真正目的一直不明确。韩国今年首次参加这次演习，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参与？中国天王星号出动警觉是必要的。澳大利亚军舰今年6月航行至南海水域，多次试探性挑衅。不是不报，这次终于让中国逮到机会。中国侦察船这次以牙还牙，出现的时机比较微妙，在澳大利亚演习期间观察动态，及时掌握他国演习真正的目的，有利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天王星号到底怎么样？能否担当大任？我军的853号天王星号侦察船是815G 型，该船装备了敏感的电子监听设备，可对敌方的信号进行监听和分析，敌方导弹轨迹测量和跟踪等。装备的半球体可以拦截目标雷达和无线电信号，从而对搜集来的信息进行破解，了解他国目前装备的硬件实力。天王星号的设备是比较先进的，是中国海军的顺风耳，能够出色完成此次南太平洋任务。澳媒炒作中国天王星号，无非是想确认中国威胁论。澳军方对待中国天王星号是冷静的，是客观的，是友好的。澳媒体对待中国天王星号是戒备的，是焦虑的，是偏见的。澳军方和媒体的不一致，说明有些声音只是媒体作者的思想，并不能代表军方甚至是国家。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媒编辑，澳方不应为了哗众取宠使自己陷入被动。这次中国天王星号反手打回去，澳大利亚没有体会到中国的心情。中国和澳大利亚经济上有着紧密的联系，澳大利亚不要被美国忽悠而损害国民的利益。澳大利亚有自身国防的需要，中国有南海防务的需要，希望双方都能彼此理解和尊重。近日，根据澳大利亚国防部对外发布的消息显示，他们在澳大利亚北部昆士兰附近的海域发现了一艘舷号为797的中国高科技电子侦察船。该侦察船在经过约克角以北的托雷斯海峡后，进入澳大利亚东海岸。中国方面暂未对此事进行说明，可澳大利亚国防部消息人士却进行了无端的揣测和炒作，扬言这艘中国电子侦察船是将对澳大利亚和美国举行的联合军演进行监视。据悉，澳大利亚军方在发现这艘中国军舰的时候，正好赶在本周澳大利亚和美国举行护身军刀2021军事演习之前。该演习已经于7月14号正式开幕。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表示，澳大利亚方面早已经预料到，在演习期间会有一艘这类型的舰船抵达附近。澳大利亚军队监视这艘军舰好几天了，我们知道它正通过托雷斯海峡附近驶进澳大利亚东海岸。这几天我们一直在监视它针对澳大利亚的动向。达顿明里暗里地指责中国，声称澳大利亚支持并尊重所有的国家在国际海域和空域行使合法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同时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尊重澳大利亚这样做的权利。除此之外，就连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都表示，澳大利亚对于这艘侦察船出现在本土附近的海域感到高度警惕。这就有点可笑了，澳大利亚表现的如临大敌，是有多怕解放军吃了它。中国海军的侦察船全程都是在国际法认可的公共海域航行的，且所有的航行动作都是国际准则框架内的自由行动。可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众媒体还仍借着此次中国侦察船真正的自由航行，刻意炒作，渲染了一波中国威胁，足以见得该国阴险及双重标准。此前，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多个西方国家频繁抵近中国海域，甚至侵犯中国海域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但是外国媒体却将这种行为曲解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这次中国军舰带头冲锋，一方面是在告诉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解放军已经不好惹了；另一方面也是在揭露西方国家的丑恶嘴脸，告诉他们不要大惊小怪，中国这样的举动接下来还会有，你们可以来，我们也可以到你们的海域去。总之，
那些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国家不必过分解读，中国远洋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威慑恐吓，但我国也非常明白对付豺狼必须用猎枪，西方多国最好祈祷一下不是自己，要知道解放军已经被惹怒，国际秩序也该变天了。作为美国跟班的日本，这段时间以来可谓是非常的猖狂且肆无忌惮，多次在涉台问题上发表出格言论，将妄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内心暴露得一览无遗。例如前不久，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还在叫嚣，一旦大陆对台动手，美国和日本必定一同保台。虽说美国在随后对此进行了否认，但不难看出日本是铁了心要分裂中国，尤其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日本一度将台地区渲染成一个国家。根据日前相关消息报道称，日本政府发布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在此内容中首次提到台海，老调重弹的就台海问题蓄意抹黑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正当行动，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与此同时，该白皮书中还重申了日本的一贯立场，声称希望两岸双方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台地区的问题。由此可见，日本公布这份最新的防卫白皮书，算是彻底撕下了自己的伪装，对中国摊牌了。日本如今是在用这份防卫白皮书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释放信号，一方面是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日本自卫队便武力介入，另一方面则是间接性制造分裂。或许面人都能看出，日本这份防卫白皮书是在延续错误立场，违背了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的同时，也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但日本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该国哪怕是赌上国运，也要誓死保台。说到底，不管是合统还是武统，日本如今步步紧逼，说白了就是怎么都接受不了中国实现统一。与其说日本是为了跟随美国的步伐，阻止中国实现统一，倒不如确切地说，日本是借着有美国的支持与中国作对。这些年来，日本对中国一直有着不明的怨恨，是历史的惨败，也是嫉妒中国崛起。总之，如今有了美国强大的靠山，日本早就肆无忌惮。因此，我国人不要再怀疑，日本与中国作对的心非常坚定。中国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而不是在对日本抱有不必要的幻想。对于退无可退的中国，就如戴旭大校发出的打狗宣言那样，日本一直都是一个既有狼性又有狗性的国家，只有重击才能让这个国家服气。中国与其想着如何警告日本停止危险举动，倒不如痛打一顿。毕竟在应对日本时，拳头才是最有效的，打到他害怕了，他才会乖乖学狗叫。其实解放军早就迫不及待地想痛击日本，如今戴旭大校的一番话，怕是会彻底让解放军坐不住了。日本别整那些没有用的，只要对中国不满，有本事就跟解放军一战，我军随时奉陪。近期，美国为了不让中国的发展超越自己，就寻找各种方式来对中国进行制裁和打压。拜登认为，只有对中国实施打压和制裁的手段，才能遏制中国的发展，不让中国对自己在全球的地位产生威胁。由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拜登不断地进行大量放水印钞，想弥补损失。尽管美国官员开始担心这种模式会带来危害，但是他们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美国国内很快就迎来了通货膨胀，国内商品价格大幅度提升，经济不断下滑。据美国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 CPI 指数环比增长 0.9%， 创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历史新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听证词中表示，美国这种高通胀的现象绝对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因此国会必须及时拿出方案来调整。美前财长姆努钦在15号接受相关媒体的采访时也表示，美联储必须开始削减资产的购买计划。这次居于历史高位的膨胀绝对不是短暂的状况。以目前公布的通胀高数据来看，如果不及时调整的话，很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对通胀失去控制。尽管国内已经大祸来临，但是拜登政府似乎还不愿意低头。观察者网援引彭博社相关消息报道，美国财政部暂时没有放出恢复与中国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对此，美国前国会参议员驻华大使马克思·鲍卡斯作出回应。美国现在的领导战略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他提醒拜登政府，美国应该及时恢复此前被特朗普政府中断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鲍卡斯称，美国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去跟中国作对，美国越是与中国脱钩，对美国的危害就越大，很有可能陷入更深层次的困难问题。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现在已经到了危机时刻，拜登政府却还故作坚强，对中国恶意干扰，与中国作对。但美国内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中国如今经济实力强悍，而美国却在逐渐衰退。所以说，美国内部人士想求中国来帮忙，但是拜登却不肯。不过，如今中国实力强悍，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对于美国，我们本来都是拿出真心实意，想和美国共同发展，而美国政府却不知好歹，
对中国无端的干扰，所以中国现在的态度已经变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之前就已经表示，想要恢复中美矛盾，就要看美国有多少诚意了。中国只需要做好自己，美国你想中国帮助你恢复稳定的经济模式，就要你拿出更多的诚意了。